今天这个故事堪比汉娜的遗言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它是真实发生在你我身边。白人女孩被黑人男孩强暴，最后有个不相干的人被关了11年的故事。我发誓，这不是野东西那部电影。Hello guys， 我是 Neko 喵，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。要死了，开头就暴露我的年龄。这个故事没有名字，它只有案件编号。它第一次开庭是在1958年1月，之后就是一场长达11年的牢狱之灾降临在一个无辜男孩的身上。从22岁入狱到33岁出狱，他的人生可以说是几乎全毁了。接着我会完整告诉你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，但真的不影响你的阅读体验，因为平铺直述的讲述一个故事，绝对没有文字之间的情绪流转来的深刻。信我，这本书我看得一股痛楚哽在喉间。故事开始在7月的一个晚上，炎热的夏天让女主角珍妮佛穿着轻薄短上衣和女用内裤上床睡觉。辗转之中，她突然察觉有个男人站在她的床边，在她要大声尖叫的时候，那个男人扑了上来，拿了一把刀抵在她的喉咙。接着就是一串不可言喻之事，她被强暴了。在过程中，她不断用微弱的光线想记住那个男人的脸部特征，但对手很聪明，挑了一个没有光线的夜晚，也害怕光线照在他脸上。最后，珍妮佛借着上厕所的名义，靠着智取和优秀的脚程，跑出了自己的家，向外求救，逃过一场死劫。那天晚上有2个白人女性被强暴，凶手很明显都是同一个人，但另一名受害者太害怕，根本无法指认凶手。珍妮佛是警方唯一的希望，她自己也这么认为。她凭借着记忆协助警方画出画像，并且完全配合警方和法官做出的2次、3次伤害，不管是采样还是供词，她只求能早日把凶手绳之以法。警方借着一块运动鞋里的棉花，将焦点转移到我们的男主角罗纳德。罗纳德是个22岁的黑人男孩，跟其他人一样，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些蠢事。其中一件蠢事就是喝醉酒之后跑到白人前女友家中，想要跟她亲热，被他妈妈逮个正着，所以以前被起诉性侵。有前科加上球鞋证据，几乎让罗纳德百口莫辩，根本没人在乎他的抗议，包含了谁都有可能有一双那样的球鞋啊，凶嫌遗留的血型是 A 型，而我是 O 型啊。更惨的是，警方带着珍妮佛出席指认凶手，长相相似的罗纳德1秒被指认出来，真的是无语问苍天啊！法官对于强暴犯的不宽容已经到了非理智的地步，即使罗纳德的律师和他的家人从来没有放弃过，罗纳德还是被送入监狱里。这一送就是11年，中间有过上诉再战的机会，结果换来更重的刑责，连最高法庭都判决2个无期徒刑。罗纳德就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，出现了新的检测技术，验 DNA， 那是罗纳德的最后希望。他知道绝对不可能在犯罪现场验出他的 DNA， 他从来没有见过珍妮佛或其他的受害者。最后 DNA 还他一份清白，但他的青春已经过了，支持他的爸爸也走了。当天空还他一片自由，他已经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。这只是罗纳德的视角，这本书里还写到珍妮佛发现自己认错人之后的反应，以及后来他们抓到真凶的下落。真凶其实早就在监狱里了，甚至曾经跟罗纳德是同一个地方。他知道罗纳德没有罪，而且有机会帮罗纳德洗白，但他坚称不知道。于是罗纳德平白无故多坐了这8年的牢。后来这个凶手也走得很轻松，至少对我来说是啦。我自己个人觉得应该要毒死加电死，或者用中国的凌迟处死也可以考虑。这本书很多人推荐，都说喜欢看书的过程中，一开始替珍妮佛不舍，后面又替罗纳德难过的心情转折。不过我个人倒是看到不少制度漏洞上的缺陷，如何让一件事情变得更糟糕。这个什么人？关呐！哇，关嘞！真是了不起！珍妮佛一个受害人要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创伤，无论是心理也好，身体上的也好。当他被采样的时候，也同时是2次被侵犯的时候。对，我知道这无可避免，但一定有办法可以更顾及他的心情吧。然后是司法和既定印象，其实判罗纳德入狱的证据是很薄弱的，光是血型不一样，真的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，不是吗？当时的检察官只想快点让案件结束，我们逮到他了，就是他，不会有
有错的。连珍妮佛也是，她只想要赶快找到凶手，快点找到错误的原因。部分来说是大脑运作的方式害了他。种种的巧合让罗纳德几乎没有反抗能力。当然，这本书的看点不是找犯人，而是罗纳德最后怎么面对这个错误，以及珍妮佛怎么补偿这个错误。不管你们信不信，罗纳德最后选择了原谅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来跟他道歉，不管是当时的法官还是检察官。这让我想到我以前看过的另一部电影《苏西的世界》，那是一个有恋童癖的变态奸杀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，但故事的视角上是用到不了天堂的苏西。苏西最后有机会告诉他恋人失手的位置，但那已经不重要了。他选择了原谅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上得了天堂。而那个变态成功逃离了追捕，最后的死亡方式也是清清淡淡的。当时我看完那部戏真的很生气，我没有办法原谅谋杀小孩的人，不管是动画还是电影，这可能是我的最后底线，无法原谅，但是不原谅又能怎么样？人生与日子都还是在过，所以罗纳德放下了，他让大家往前走。很多时候我们心中都会有委屈和怨气，为什么是我？我也曾经这么问过自己啊。尤其被误解和不谅解的时候，怎么解释都没有人听的时候，请容许我偷用一句《我们与恶之间的距离》里的台词，可能是你比较勇敢吧。勇敢的去面对所有的障碍和误会，坚强的去承受所有的脏水和谣言。总有一天，只要不放弃，会有公道的。这本书短时间我看了2次，除了文笔超好、节奏很棒以外，当小说看完全没有问题。真人真事的故事背景让剧情变得非常有真实感，发生在你身边不会觉得很扯淡，这种感觉。不过这本书我其实不太推荐买实体书，一来是有粉丝跟我说实体书真的很不环保，二来是我买实体书是为了要重复阅读，而这种故事我看一遍就会深刻烙印了，不太有机会再重复翻阅的价值。三来是Booker 9月22到9月23限时2天，全馆文学书一般书6折，满500再送50元折价券。在这支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再抽出5个幸运观众，得到100点的折扣。YouTuber 会员另外抽出5个，扣一扣，一本书不到100块。如果这样子还不够心动的话，他们9月份会员买书还可以抽 Switch 的活动。我的天哪，我找不到不看书的理由了吧？快跟妈妈说，手刀买起来！工商。最后不胡乱的真心推荐认错，9月必读，完全可以。而且你在餐桌上可以讲这个故事，绝对让朋友们缠着问后来嘞啊，那个凶手后来怎么样了？想知道吗？去看书啦！请用订阅代替掌声，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。心有疑虑的话，可以按入加入按钮，1个月75块钱，请我喝杯茶，支持我继续在这里分享一本好书给你，我会非常感谢你的。我们下个星期2晚上8点说书时间再见吧，大家拜拜。没钱加入会员其实真的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常常会在 IG 上面送东西，有的没有的，就加一下 IG 支持一下吧，支持一下吧，支持一下吧，支持一下吧。好看欸，不看看吗？我真的一个晚上翻2遍，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，我一个晚上就看了2遍，真的好看。